身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挖开校花柳如雪的坟墓，躺进棺材搂住她的尸体，对着她的樱桃小嘴就是一顿亲。只因2天半后诡异力量降临，届时所有的亡魂都会复苏，而柳如雪身穿红色嫁衣下葬，因怨气不散，将在诡异降临后化身僵尸始祖汉魃。柳如雪化身汉魃后，成了整个龙国最恐怖的禁忌。后来有人通过某种推演能力，算出了对付柳如雪的方法，那就是趁她不备亲她一口，只要能亲到长着僵尸牙的柳如雪，就能获得和她一样的力量。然而这个方法看起来困难，实则一点都不简单。别说亲她一口了，就连稍微靠近一点都会被她轰成干尸。因此末世几十年来，这个方法从没人实现过。如今我重生归来，为了获得这股绝对的力量，我决定提前进入棺材，先亲他个3天3夜再说。我抱着激动的心情直接撬开了棺材盖。受诡异力量的提前影响，柳如雪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，闭着双眼仿佛只是在熟睡。那绝美的脸蛋让我一时沉浸其中。回过神后，我急忙扔掉铁铲躺进棺材里。她身形纤瘦，棺内的空间足够容纳我们2人。盖上盖子，眼前瞬间化为一片黑暗，但我没有丝毫恐惧，反倒一脸享受。校花近在咫尺，我一把将柳如雪拉入怀中，深深吻了下去，触感冰凉，却又异常柔软。我彻底沉浸在这难得的温柔里。2分半后，柳如雪的身体突然抖动了一下，我皱了皱眉，提前复苏了？不可能，距离她彻底化为汉魃明明还有一段时间，或许是缺氧产生的错觉吧。我捧起她的小脸，继续忘情地吻着，可突然一阵刺痛传来，柳如雪竟朝着我的嘴唇死死咬了一口，我嘴角瞬间血流不止，但我没有半分慌张，反而对着她的小嘴反口咬了回去。柳如雪在喉间发出一声轻音，听起来竟像是在骂我臭不要脸。而此时不远处的乱坟岗中，一男一女正朝着这边走来。空虚大师，这柳如雪穿着红色嫁衣自杀，还说做鬼也不放过我，您可一定要帮人家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专业斩妖除魔30年，不管是厉鬼还是僵尸，都能轻松应对。况且这次贫僧特意带了桃木剑，就不信对付不了他。空虚一边说一边顺势将手放到了女生的腰上，感受着丝滑柔软的触感。他脸上的笑意更浓了。女孩强忍着心底的厌恶，一脸娇媚地回道：“哎呀，大师，您别急嘛，只要能顺利解决掉柳如雪，人家就是您的。”这女孩名叫顾柔，因嫉妒柳如雪的美貌，带头在校园里霸凌她，逼得柳如雪留下遗嘱，要穿红衣入红棺自杀，只为死后化作厉鬼前来索命。顾柔心中害怕，才找了空虚来做法事。可当2人看到被扒开的坟土时，直接愣在了原地。这是柳如雪的坟吗？应该就是这里，可为什么坟被扒开了？该不会柳如雪诈尸了吧？顾柔一脸惊恐地说道。空虚也慌了神，他本就是个半路出家，只想开油的假和尚，此刻吓得尿不湿都快湿了。阿弥陀佛，这里的阴气太重了，不如咱们明日再来。顾柔生气地说道。你摸都摸了，现在要办事就怂了？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还是说你根本就是个骗子？那好吧，贫僧上前看看。空虚无奈，提着桃木剑小心翼翼地朝着棺材靠近。今天正是7月15，就在他靠近棺材的瞬间，天地骤然一变，皎洁的月光瞬间变得一片血红，整个天地犹如地狱一般被鲜血彻底浸染。空虚吓得连连后退。什么情况？月亮怎么突然变成红色的？话音刚落，惊雷从天而降，黑雨朝着大地疯狂倾泻，诡异力量彻底爆发，死亡的亡魂纷纷复苏，化为恐怖邪魔来猎杀遇到的所有人类。但人类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的希望，在诡异复苏后，每个人都有概率觉醒出血纹，每一道血纹都代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，更有甚者能同时觉醒出数道血纹，这些人无一不是最顶级的存在。空虚看到这一幕彻底慌了，扔下手里的东西撒腿就跑。顾柔也尖叫一声，连忙跟了上去。就在这时，棺材里也发生了异变，柳如雪浑身散发出磅礴的诡异力量，身躯如同燃烧般越发滚烫。我来不及多想，掰过她的脑袋吧唧又是一口，可刚一接触我就发现了不对劲，她的嘴里竟长出了极其锋利的僵尸牙，她在异变，而这种变异同样也侵袭了我的身体，剧烈的力量涌入体内，深入骨髓的割裂痛感瞬间炸开，身体逐渐僵硬的同时，我的意识竟开始逐渐模糊，诡异力量正在入侵我的思维，若是扛不住，我将会沦为低劣且毫无智慧的死将。我靠着残存的理智，死死抗衡着力量的反噬。2分半后，我全身毫无血色，苍白如纸，瞳孔化作刺目的猩红，背后竟生出了一对充满破坏力的漆黑云。我成功活下来了，而且我获得的根本不是汉魃的力量，而是江辰4大尸王之首，传说中盘古精血所化的最强修罗，绝强的战力搭配活人的清醒智慧，这个世界还有谁能挡住我？砰！我一脚踹碎棺材盖，破棺而出，柳如雪紧随其后，飞在半空，那双满含杀意的美眸正死死地盯着我不禁皱起眉头。前世他成为汉魃后毫无活人意识，第一件事就是屠杀仇人，可这一世我强行吻了他好几个小时，他该不会想先拿我开刀吧？我暗自催动江辰之力，乱世格局唯有强者才能活下去。顷刻间，柳如雪的血眸中透出无尽杀意，周遭的温度直线上升，脚下的地面竟硬生生被融化成了滚烫的熔岩。这就是汉魃的极限威压吗？我怒吼一声，震开周身气浪，腾空而起。虽然是依靠你，我才获得了这样的力量，但你既然要杀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身形一晃，瞬间出现在柳如雪身前，一把掐住了她的脖子。我是江辰，他是汉魃，即便他能掌控天地气象，可在我身为僵尸王的血脉威压面前，也必须臣服。在绝对的近战威压下，原本凶厉的柳如雪，此刻竟如同温顺的小羊，只是满眼幽怨地看着我。你能听得懂我说话吗？我低声询问，可他眼中只有一片迷茫。看来他并未像我一样保留完整意识，这便是我们最本质的区别。既然这样，正好试试我的新能力。我对着他如天鹅般修长的颈部狠狠咬了下去，他娇躯微颤，却根本无法反抗。身为江辰，我拥有3大核心能力，
一是狮王威压，可压制世间一切邪祟，并留下主仆印记；二是不死不灭，可凭借鲜血无限恢复肉身；三是杀戮进化，猎杀邪魔即可无上限提升自身实力。松开手后，我仔细打量着他，容貌顶尖，身材曼妙，苍白的病态美感中透着一股诡谲的魅力。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我感到脑海中多了一股紧密的灵魂联系。成了，现在我能命令他做任何事，但此刻我并无嫌疑。想起在棺材里听到的那些对谈，我眼神骤然阴冷，望向远方。既然如此，就先帮你报仇吧。我震动背后的古翼，锁定仓皇逃窜的顾柔与空虚大师袭去。柳如雪沉默地跟在我身后1公里外，空虚和尚正大口喘息着。你这臭和尚真不靠谱，竟然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。顾柔追了上来，目光恶毒。我那不是害怕了吗？谁碰到诈尸不害怕啊？空虚和尚理直气壮，目光却猥琐地扫向被黑雨淋透的顾柔。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，就算柳如雪诈尸了，一时半会也赶不过来。空虚和尚邪笑道：“不如咱们。”顾柔满心厌恶，正欲怒斥，却惊恐地看到一具尸体从和尚身后的泥土中缓缓爬出，他吓得瘫倒在地，裙底渗出腥臊的液体。怎么了？空虚和尚疑惑转头，瞬间被极致的恐惧占据了心神。他的面前正站着一只面目狰狞的邪魔。卧槽，有怪物！他惊叫着拉起顾柔想要逃跑，步子却生生止住。密密麻麻的邪魔已经将他们彻底包围，数十只毫无智慧、唯有杀意的低等邪魔从土里爬出，将顾柔二人重重围困。大师，你行不行啊？快杀了这些怪物！顾柔彻底慌了神。空虚和尚支支吾吾，平日里坑蒙拐骗他在行，真撞见这种杀之不尽的邪魔，他根本无计可施。妈的，拼了！他紧握桃木剑，狠狠刺入一只邪魔体内，可剑刃却毫无反应。妈的，早知道就不再拼西西买桃木剑了。这就是他最后的遗言。话音未落，潮水般的邪魔已将他彻底吞噬。顾柔崩溃嚎哭。就在他闭目等死之际，预想中的痛苦却并未降临。我怎么还没死？他睁开眼，看见一道高大的身影立于身前。我浑身散发着上位者的恐怖威压，苍白的皮肤在血月下显得格外诡异。血光从我手掌爆发，那些在普通人眼里恐怖无比的邪魔，在我面前却如纸糊一般，被轻易撕碎。谢谢你救了我，我叫顾柔，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回头看着他被惊吓摧残的憔悴面容，冷冷道：“你不用谢我，我只是不想你这么早就死了而已。”顾柔满脸疑惑，却故作娇羞地靠了过来，用那丰腴的身躯不断蹭着我的胳膊。帅哥，你是超人吗？还是传说中的修仙者啊？你以后能不能保护人家？人家给你当牛做马都愿意，但我并非常人。我直接死死扣住他胸前的丰腴，在他幽怨的目光中，我淡淡开口：“一双玉臂千人枕，半点朱唇万人长，不过是2两烂肉罢了。”帅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弄疼我了？没什么，我的实力不够，保护不了你。我松开手，语气如冰。但我有一个朋友，你们应该认识，他肯定能保护你。谁啊？他就在后面。顾柔猛地转头，看见了一袭红嫁衣、面无血色的柳如雪。不要！他惊恐地想要逃跑，却已被柳如雪那纤细却力大无穷的手死死掐住了喉咙。对不起。临死前，他才终于明白，我方才救他，只是为了把他的命留给柳如雪亲手了结。顾柔断气的瞬间，便被随手扔到了一旁。这时，我发现死去的邪魔尸体中正涌出一团团诡异的红光，直直朝着我冲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心生诧异。这些红光融入我体内的瞬间，我的修为竟在飞速暴涨。这些光团竟然能提升我的实力，这正是我的能力。杀戮进化，猎杀邪魔，即可无副作用地强化自身。既然如此，那还等什么？我扫视着这片乱葬岗，眼中燃起浓烈的笑意。对常人而言，此地是九死一生的大凶之所，可对我而言，却是绝佳的升级乐园。乱坟岗内，数以万计的邪魔正不断从土里爬出。看着这末日般的景象，我的笑容却越发浓烈。杀！我低喝一声，周身爆发滔天红光。F 级邪魔在我面前不堪一击，即便是少许1级邪魔，也难逃一死。柳如雪也加入了战场。身为旱魃，她操控着熔岩火柱，轻易便抹杀了大片怪物。论单挑，我的狮王威压无敌；论群攻刷怪，确实是他更胜一筹。一具具邪魔化作能量涌入体内，我感到小腹发烫，一股强烈的刺激感贯穿大脑。突破了！按照人类血纹者的等级划分，我现在应该属于2阶，但真正的战斗力却要远超2阶。我既非邪魔，也非血纹者，杀戮就是我的进化之路。想起前世那粒与9阶巅峰觉醒18道血纹的女人，曾经的我视她如遥不可及的浩然，可如今化身江辰，我有信心将其彻底碾压。与此同时，江海市军区办公室内，李队眉头紧锁。李队，我们的士兵中一共有320位觉醒成了血纹者，他们能开启血纹真身，对付这些邪魔的效果远超普通士兵，效率极高。李队点了点头，手臂上猩红的恶龙血纹散发出浓烈气息，直至血色铠甲将他彻底笼罩，真是诡异而又恐怖的力量。随后，副官打开投影，队长，还有一件事向您汇报。根据卫星画面显示，江海市某处乱坟岗出现了巨大的能量波动，强大的能量波动，有没有视频？屏幕中，随着我一脚踹飞鸿关踏地而出，李队喃喃自语，因为诡异力量诈尸的尸体看起来确实有点古怪。李队，这还没完，您接着看就明白了。随着画面播放，我如地狱杀神般手撕邪魔，而柳如雪的焚天之威更是让他彻底失态。这到底是人是鬼？如果是邪魔，为什么会对同类动手？可如果是人，为什么又会这么诡异？队长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这个男性名叫周天，是江海科技大学的在校学生，而这个女人就比较特殊了，名叫柳如雪，前几天刚自杀身亡。李队沉默良久，下令道：既然是活人，那就有拉拢的可能性。
尝试和周天接触，说不定还能交个朋友。话音未落，对讲机突然响起，报告，目标周天所在的位置，发现强烈的诡异能量波动，初步推算至少为 A 级。李队猛地起身，A 级的能量波动，那岂不是说有一只 A 级的邪魔出现了？不行，就算这个周天实力强大，也不一定就能应对 A 级的邪魔。马上派人去协助周天。周天这样的强者，只要还是活人，就不能死。面对无穷无尽的邪魔，人类极其渴望血纹者的出现。李队已将我视作平定灾变的最后希望。短短1小时，我便与柳如雪扫荡了数万邪魔。得益于他的杀戮，也能转化为我的经验，我已顺利踏入3阶。就在全球幸存者还在生死线上挣扎时，我早已领先了所有人。这处乱坟岗的邪魔已经不多了，是时候去下一个地方了。我喃喃自语。江海科技大学曾是更大规模的乱葬岗，也是前世邪魔最多的死地。我当即带着柳如雪直奔学校而去。还没离开，一股至少1级的邪魔气息便飞速袭来。一名白裙染血、胸口印着九尾狐血纹的年轻女子正踉跄奔逃。她因过度紧张并未察觉我的存在，竟一头撞在我坚如钢板的胸膛上，直接被弹飞在地。快跑，后面有怪物！她顾不得疼痛，惊恐地喊道。那你觉得我就不是怪物？我玩味地调侃了一句。她仰头看向我，对上我这副苍白肤色、银发赤眸的模样，神情彻底崩溃。真是天要亡我少一！明明觉醒了主角模板，却要惨死在这乱坟岗，我真的好不甘心。我心中无语，这中二少女竟也是位稀缺的血纹者。紧接着，一具身披黑色龙袍、手持凶剑的战国狮王轰然降临。在前世，此魔曾令无数人闻风丧胆，但在现在的我眼中，其刚复苏的实力根本不够看。柳如雪，解决掉他！我正欲让柳如雪出手，那具备了初步智慧的战国狮王竟口吐人言，声音沙哑如魔。他抢了我的东西，你抢过来，咱们就是盟友。已经初步具备智慧了，看来还真不能让你继续成长，不然以后绝对会是一个威胁。面对我的回应，柳如雪悍然出手，周身爆发灼热气息，滚烫的熔岩直冲战国狮王而去。狮王挥舞长剑，扫出紫色巨龙虚影抵挡，嘶哑怒吼，死！数条紫龙齐出，欲要吞噬柳如雪。虽然他实力强横，但柳如雪前世就能杀他，这辈子只会更强。无数火蛇从他身上炸开，竟以紫龙为养料，疯狂侵蚀。死！柳如雪口中竟也挤出一声厉喝，火蛇瞬间将战国狮王吞没。就在其魂飞魄散之际，我让柳如雪收手，五指如钢钩，死死锁住了狮王的脖口。身为僵尸王，我将血液强行注入其体内。这一刻，僵尸王的感染与统御力彻底爆发，狮王原本狰狞的意识被我彻底改写。主人，战国狮王麻木的开口。得益于我的鲜血改造，他竟直接从1级跨入了 S 级的门槛。现在就到你了。我看向缩在旁边的少一，他浑身颤抖着尖叫：大哥，你别杀我，我特别有价值，你留下我能给你当牛做马。听说你抢了这个狮王的东西，什么东西？拿出来我看看。少一一脸委屈：大哥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就是遇到了一棵果树，上面结了一颗红色的果实，我口渴就直接吃了，结果刚吃完没一会儿，这鬼东西就从土里钻出来了，还一副我欠了他几百万的模样。红色的果实是不是吃了之后感觉浑身烫烫的？对，大哥你也吃过啊？我没理会，盯着他胸口隐现的九尾狐血纹，那是神迹果实的标志。这中二少女末世首日便有此机缘，简直是傻人有傻福。我伸指划破他的皮肤，与他建立起主仆感应。虽留了他活口，但我并不打算将他化作僵尸，身边留个活人平衡一下也未尝不可。感应达成后，少一明显放松了下来。大哥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头号小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个是嫂子吗？嫂子也是僵尸吗？皮肤真白，真羡慕。没等我说话，密集的脚步声骤然响起，我皱眉扫视四周，竟发现上百名全副武装的血纹者已将我们团团包围。怎么回事？我紧皱眉头。重获江辰之力后，收服柳如雪与战国狮王，本以为能开启新的征程，难道刚开头就被官方盯上了？即便面对上百名血纹者，我也毫无惧意，挥手间便能让他们灰飞烟灭。大哥，我感觉附近好多强大的气息，咱们该不会是又被盯上了吧？放心吧，大哥，小弟我给你出头。少一中二病发作，竟要上前拼命，我拽住他的高马尾，直接拦住。你就算是找死，也不用这么着急，后面待着去。他屁颠屁颠躲到了我身后，一名年轻军官快步上前，恭敬地敬礼道：您就是周天吧？我是江海市血纹小队队长赵山。根据我们的检测，附近有强大的诡异波动，似乎出现了一只恐怖的邪魔。我们李队派我们来协助你，原来是场误会，但我也清楚自己已经被军方锁定了。恐怖的邪魔，你是说他吗？我指向身后的战国狮王。赵山看清了那具身披腐败龙袍、气息恐怖的高大尸体，倒吸一口冷气。这是1级邪魔？不，似乎比1级邪魔更加强大。由于见识尚浅，他满脸震撼。阁下，难不成您收服了这只邪魔？可这怎么可能？你很聪明，这只邪魔确实已经被我收服了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，念及前世受过军方避难所的恩惠，我语气客气了几分。阁下还真是一位恐怖的存在，竟然连这种邪魔都能收服。赵山感慨着，打量四周时，被柳如雪那死寂嗜血的目光盯得毛骨悚然。他又看向娇弱的少一，下意识觉得这女孩才是最恐怖的。披着羊皮的狼连忙避开了目光。你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开口问道。没什么事情，就是现在灾难爆发。周天先生，您有没有兴趣加入军方，为人类贡献出一份力量？加入军方？不好意思，我并没有这个想法。
我干脆利落的拒绝。我有意建立自己的势力，加入军方只会束手束脚。周天先生，真不考虑考虑了？我态度冷淡，不再言语。此时他的对讲机猛然响起，报告，科技大学位置爆发邪魔狂潮，初步推断已经出现了上万只邪魔，最强实力为 B 加级，上万只怪物和 B 加级头领，这意味着即便是血吻者也难以招架。我正好要去趟科技大学，就顺手帮你们解决这件事情吧。我淡淡说道。谢谢周天先生，您还真是一位普度众生的大好人。赵山大为感激。我嘴角一抽，好人，老子可是僵尸始祖江辰，我的征途可是征服这邪魔世界。我背后古意震动，提着哨衣飞掠高空，不过10几分钟便抵达了江海科技大学。俯瞰而下，整座校园已被3万多只邪魔彻底占据，觉醒的血吻者仅有寥寥10几人。刚一降落，柳如雪周身便杀气腾腾，目光死死定在了女生宿舍楼的方向。是女生宿舍，看来柳如雪是要去报仇了。我并未阻拦，前世她因霸凌而死，如今天道轮回，这些债总要还的。大哥，你能把我松开不？我头发疼。少一大眼睛里噙着泪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我并未将她完全转化为僵尸，毕竟绝对服从的傀儡远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中二少女有趣，差点把你忘了。我玩味一笑，在那密密麻麻的邪魔群中挑了个最挤的地方，随手将她扔了下去。大哥，你谋杀亲妹啊！少一哀嚎着坠地，揉着屁股正欲抱怨。本姑娘怎么也是个美女，真就这么不怜香惜玉的？要是我真摔死了怎么办？可下一秒，四周无数双嗜血的眼睛已将他彻底锁定。这么多邪魔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对了，我似乎还可以变身。他胸口的9尾狐血纹红光大作，一件白光铠甲瞬间附体，身后竟炸出了9条撩人的白色狐尾。青丘明火，淡青色的明火席卷而出，刹那间便将大片邪魔焚为灰烬。我去，我的实力好强啊！之前怎么没发现？结，既然如此，我还怕什么邪魔？全都给噎死！天不生我少一，媚道万古如长夜。听说媚道还未曾出现尊主，很简单，我成尊便是了。这小丫头瞬间陷入了自我陶醉。与此同时，女生宿舍天台上唯一的出口已被堵死。渣男王大龙一把拉起刚温存过的女，朝楼梯口走去。龙哥，人家这么爱你，你可一定要带着人家活下去。放心吧，谁死我也不能让你死。哈哈哈哈！对了，你跟我去看看下面聚集了多少邪魔啊！不要嘛，龙哥，那些邪魔太可怕了，人家害怕。王大龙冷笑一声，竟在到达出口时，猛地将那女生推入了狂暴的狮群中。龙哥，你不能这样！惨叫伴随着血肉撕裂声传来。王大龙讥讽道：“下面这么松，真以为老子喜欢你啊？”他大步回到天台，如挑选货物般走向一名柔弱的长发女生，勾了勾手指：“过来。”你不能这样，你这么做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你绝对会坐牢的，你还指望咱们能活下去吗？清醒点吧，末日到了，快活一天是一天，你也不想被我抓去喂这些怪物吧？王大龙手臂浮现出 F 级石化血纹，面目狰狞地朝他走去。乖乖的，让你感受一下哥的威猛，你绝对会下地狱的。下地狱，哈哈哈哈！你看咱们这个世界，不就是地狱模样吗？就在他欲行禽兽之事时，身后猛然炸响一袭红嫁衣，杀气冲天的柳如雪静静伫立，死盯着他。是你，柳如雪，你不是死了吗？王大龙吓得魂飞魄散。复仇！柳如雪嗓音沙哑，身形如魅影般掠过，五指如钢索，死死扣住了王大龙的脖颈。不要杀我！其实我不是故意的，谁让你整天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？你要是早点从了我还能让顾柔找人霸凌你吗？王大龙痛苦地呜咽着，拼命施展血纹力量，却在柳如雪霸道的力量前显得苍白无力。此刻，柳如雪眼中只有仇恨，她手上的力道一点点加重，存心要像猫捉耗子般欣赏王大龙临死前的挣扎。旁边几名幸存的女生犹如看魔鬼般惊恐地望着他。不行，我不能死，更不能死在你的手里。血纹真身，濒死之际，王大龙体内爆发出更为狂暴的力量，全身被诡异的岩石铠甲包裹，飞气不断涌出。如果是现在的我看到，定会感到诧异。王大龙竟在此刻化作了万中无一的邪纹者，血纹转黑，力量暴涨，代价则是最终被邪纹侵袭，沦为毫无理智的人形邪魔。别以为你死后诈尸就能对付我，活着的时候能拿捏你，你死了，我照样能杀你。王大龙双眼如被泼了墨般漆黑，怒不可遏。面对他诡异的变化，柳如雪竟露出一抹极为人性化的嘲弄笑容，直接松开了手。近看他还要耍什么花招？你欺人太甚！王大龙倍感屈辱，仰天大吼，天崩地裂，天空中骤然浮现无数颗巨大的陨石，带着毁天灭地的气势朝柳如雪砸去。我就不信你能挡住我的攻击！王大龙死死盯着他，毫无保留地释放出这夺命一击。然而柳如雪却如僵尸般缓慢抬头，伸出纤纤玉指，对着漫天陨石轻轻一指。只一瞬间，巨大的陨石表面迅速融化，化作一滩滩失去力量的熔岩，坠落在地。怎么可能？你竟然能这么轻松地破了我的攻击？这可是我的全力一击！王大龙惊骇欲绝，深知实力差距悬殊，立刻跪地求饶：不，你不能杀我！其实我并不是幕后黑手，你应该还记得慕容华吧？其实是他要我这么做的，只要你不杀我，我就带你去找他。柳如雪充耳不闻，身形一晃便来到他身前，他毫不犹豫地挥手穿透了王大龙的胸膛，生生掏出了一颗还在跳动的黑色心脏，发出最后一声呜咽。王大龙彻底毙命。面对手中这颗散发着力量诱惑的邪纹心脏，柳如雪并未吞噬，他手掌轻轻一震，心脏瞬间风干成粉末，随风消散。他要让王大龙的痕迹彻底从这个世界上蒸发。做完这一切，柳如雪冷冷瞥了一眼那些女生，没有杀戮，亦无相救，径直转身离去。另一边，我正站在教学楼顶，俯瞰着整个学校。如今我已隐于幕后，任由战国狮王在狮群中疯狂收
收割，享受着源源不断反哺而来的经验值。柳如雪出现的一瞬，身为她主人的我便立刻察觉，解决掉了吗？我抬头问她，柳如雪面无表情，却用沙哑且毫无感情的嗓音缓缓吐出几个字：帮我杀死慕容华。我挑了挑眉，干脆地点了点头。放心，他就在这个学校里。我前世认的慕容华，他和我同届，父亲是京城军区的高官。末日爆发的第一天，他父亲就派武装力量接走了他。后来慕容家更建立起庞大的庇护所，成了土皇帝般的存在。但这在我面前不值一提。既然柳如雪要他死，我自然不会拒绝。那既然如此，就跟我去杀掉这个慕容华吧。我牵起柳如雪的手，她的手柔软依旧，毫无僵尸的僵化感，这让我有些无奈。我虽强大，身体却极其僵硬，只能寄希望于后续实力增强来改善。根据记忆，慕容华不仅在宿舍，还幸运地觉醒成了血纹者，带着柳如雪身形一闪，我们瞬间出现在男生宿舍门口。宿舍外围满邪魔，却无法越雷池一步。大门处矗立着一道腐败的血肉高墙，挡住了这群低质邪魔。记忆浮现，这是某位血纹者燃烧生命筑起的壁垒，正是他保住了楼里的人。但我毫无顾忌，一脚踹了上去，轰！肉墙承受力达到极限，瞬间爆炸，肮脏的污血四溅，却没沾染我分毫。去吧，慕容华就在3楼303房间。我对柳如雪轻语，她默然走入宿舍楼，肉墙一破，发疯的邪魔如潮水般涌入，却无意敢对我发动攻击。我介于活人与邪魔之间，身上的噬王威压更是让他们本能占领。你们这些鬼东西，全都化作我的一部分吧！我立刻催动2阶解锁的新能力，鲜血夺萃。刹那间，所有邪魔动作停滞，一道道血线从他们萎缩的躯体内抽出，尽数朝我汇聚。呜咽，伴随着痛苦的哀嚎，近万名邪魔眨眼间被吸干鲜血，化作满地干尸。我的双眸愈发猩红，仿佛要滴得出血来。大范围吸血恢复，再加上杀戮净化，群战堪称无敌，真是个变态的能力。我感叹一声，干尸化作的惊艳光团尽数涌入体内，估计再猎杀几万只邪魔，就能晋级4阶了。我眺望远方夜色，喃喃自语。与此同时，男生303宿舍内，因为避雷保护，这里此前并未发生大乱。染着绿毛的慕容华正看着窗外抽着烟，砰！一名男生满脸焦急地闯了进来。华哥，不好了！不知道怎么的，挡住宿舍的肉墙突然爆炸了。慕容华脸色微变，怎么回事？明明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爆炸了？好像是被人打爆的，而且咱们宿舍周围的邪魔都死了，不知道是被谁弄的。那男生急促道。听见这话，慕容华眼中的紧张瞬间化为狂热，看来是出现了一个强大的血纹者，正好可以当本少爷的保镖。你们出去看看，找到这个人，只要他愿意当本少爷的保镖，月薪1个亿。此言一出，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却无人敢质疑。大家都知晓他背景深厚，大少爷难得回趟宿舍就遇上末日，但他确实有嚣张的底气。华哥，我这就帮你去找他，逃离的时候别丢下我。还有我华哥，我也去帮你找他。为了活命，室友们争先恐后的献媚。放心吧，我爸可是军区首长，而且他派的人很快就到，以后建立避难所，绝对有你们雅座一位。慕容华正意气风发地画着大饼，房门却突然被人暴力撞开，他满脸不爽地回头怒斥：谁他妈敢踹我宿舍的门？可看清门口画面的瞬间，他双眼猛地瞪大，充满了极度的惊愕，因为出现在慕容华面前的是一身诡异嫁衣、毫无活人气息的柳如雪。慕容华瞪大眼睛，话都说不完整。柳如雪没有丝毫留情，宿舍温度瞬间飙升至上百度，几个普通人室友毫无反抗之力，顷刻间被蒸干成了干尸。我在楼下通过契约的灵魂联系，将楼上的一切感知得一清二楚。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不是死了吗？慕容华紧皱眉头，毫不犹豫地开启了血纹真身。他额头生出黑色月牙图案，整个身体虚无化，化作了一道黑色的影子。为什么要让王大龙他们霸凌我？柳如雪满含杀意地盯着他，慕容华原先的惊恐瞬间化作不屑，哈哈哈，就是看你不爽，有问题吗？本来想让王大龙好好跟你玩玩的，但他那个废物不争气，竟然连你这样的女生都拿不下。既然如此，只好让顾柔找人孤立你。说罢，他眼神狠厉，手中爆发出黑气，钻入周围的干尸体内。干尸诡异地爬起，化作毫无理智的杀戮傀儡。杀了他！慕容华立刻下令，但在绝对的高温面前，柳如雪只是轻轻一挥，这些傀儡便化作了飞灰。有点实力，看来死后你也成了和那些怪物一样的东西。慕容华虽诧异，却不慌乱，那就试试这一招吧。他彻底化作一道巨大的黑影，无视物理伤害，并能入侵意识，这是他的底牌。只要成功，柳如雪就会彻底沦为他的傀儡。虽然我的无敌最多只有10几秒钟，但对付你还是足够了。你就算诈尸，也不过是个女人，女人就该老老实实跪在男人的脚下。慕容华冷声说着，直扑向柳如雪的意识深处。可刚一接触，他就愣住了。柳如雪是我的师奴，敢在我的地盘抢人。我在楼下冷笑一声，一股属于僵尸王的恐怖威压顺着精神烙印，直接反向撕裂了他的灵魂。慕容华立刻从柳如雪身体里撤了出来，眼神里充满了震惊。你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甚至就连意识都有某种手段保护，就差一点，他便会被我隔空抹杀，遭到灵魂重创。他10几秒的无敌时间，只剩下了最后的1、2秒。面对柳如雪再次袭来的致命一击，慕容华彻底慌了。不行，必须得离开这里，不然我迟早会死的。他恶狠狠地看了柳如雪一眼，毫不犹豫地破窗而出，仗着虚无化的速度，慕容华如鬼影般逃亡。外头的邪魔已被我清空。正当他以为逃出升天时，前方却突然出现了一队身影，那是军方的血纹者小队。慕容华心中立刻大喜。楼下无数臂章印有雄鹰图案的迷彩士兵包围了四周。我虽刚才清空了男生宿舍外的邪魔，但短短10几分钟，这里又复苏了上千只，好在大多是 F 级士兵们凭借热武器和随行的血纹者，勉强能够应对。快
快来救我！我爸是慕容青山，我是慕容华。化作黑影，散发着诡异黑气的慕容华如见亲人，冲着军方大喊。士兵们惊疑地调转枪口，可为首的军官却面露激动，他正是慕容青山手下的王牌主力猎枭小队。你就是慕容华，我是队长黑鹰，受你父亲之命带你离开。太好了，不过我身后有邪魔追杀，你们快帮我解决他。黑鹰点头应允，慕容华彻底有了底气，快步躲入层层保护之中。下一秒，柳如雪如鬼魅般现身，死死锁定了慕容华。站住！你是人还是邪魔？黑鹰厉声呵斥，可被柳如雪那双空洞无神的眼睛盯上，他瞬间如坠冰窟，冷汗直流。只杀他！你们让开！柳如雪缓缓开口。不行，黑鹰坚定地说道。或许你跟他有仇，但现在灾难爆发，什么仇恨不能先放放？小姑娘，他还是慕容青山的儿子。或许你有点实力，但也别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。柳如雪的气息愈发阴冷，这些有钱有权人的命是命，难道我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他们联合起来欺辱我，最后逼我去死，难不成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吗？怨气轰然爆发，他低声嘶吼：不，我知道了，错的不是我，而是这个世界。射击！黑鹰再不犹豫，立刻下令，无数子弹如洪流般朝柳如雪倾泻，旁边的血纹者也蓄势待发。慕容华见状，躲在人群后恶狠狠地叫嚣：小婊子，真以为死后诈尸就能对付我？知道我为什么让他们欺负你吗？实话告诉你，就是因为你平时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，老子想玩什么女人不能玩，就你敢拒绝老子，死了也活该。枪声渐息，硝烟散去，众人骇然大吃一惊。被弹雨洗礼的柳如雪竟毫发无损。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了。她死气沉沉的眼中乍现一丝清明，宛如一具死尸般立在原地。不好！凄厉的惨叫骤起，方才所有对柳如雪开枪的士兵体内竟自发窜出邪火，五脏六腑在眨眼间被焚烧殆尽，死伤惨重。不好，快动手，杀了他！慕容华吓得背后发凉，仓皇大喊。周围10几个全部踏入2阶的精锐血纹者再不犹豫，齐刷刷爆发出力量，杀向柳如雪。2阶血纹者在此刻的幸存者中已算顶尖强者，可就在他们即将冲到他面前的那一瞬，我看谁敢动手！一道冰冷彻骨、携带着无穷威压的声音炸响，我带着战国狮王羽少一骤然降临在柳如雪身前，满眼睥睨地扫视着这群不自量力的蝼蚁。属于我们的恐怖气息在无保留地碾压全场，包括慕容华在内的所有人彻底僵住了，因为站在他们面前的根本无法用常理衡量，而是一尊尊令人窒息的恐怖邪神。看着我的出现，所有人脸上都布满了惊慌，即使只是远远看上一眼，他们也能从我身上感受到一股来自深渊的恐惧，甚至本能地生出一种想要臣服的错觉。我并非邪魔，也不属于血纹者，而是凌驾于2者之上的存在。阁下是什么人？难不成想袒护这邪魔，想要与我们军方为敌？黑鹰如临大敌，严肃地盯着我。我叫黑鹰，是这支小队的队长，希望阁下能给个面子。他表面与我周旋，暗地里却已让人悄悄联系总部。很快，他们收到了有一支上百人的精锐血纹者小队正赶来支援的消息。黑鹰心中暗暗窃喜，我看穿了他的心思。这支小队虽穿着迷彩服，但跟之前见过的赵山小队截然不同，估计是慕容家的私军。不管他们有何背景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。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，要么全都死在这里，要么从哪里来回哪去。我轻蔑地说道。欺人太甚！黑鹰大怒，他驰骋沙场多年，还没见过敢如此嚣张的人。这么说，是想死了？那我就成全你们！我冷冷下令，狮王动手！战国狮王高达 S 级的恐怖实力，绝非这支小队能抵挡。众人面色狂变，严阵以待。就在这时，学校外突传嘈杂声，外围的邪魔被迅速清扫，上百名身穿迷彩的军方血纹者涌入现场。我一眼认出，这正是之前见过的赵山小队，嘴角忍不住微微翘起。黑鹰看清援军的规模，之前对我的惊惧顿时一扫而空。黑鹰，这些人是咱们的后援吗？慕容华看着这些气息恐怖的2阶血纹者，激动地问道。黑鹰立刻点头，有了这上百号精锐，他甚至已经在幻想等下狠狠打脸我的场景。慕容华狂喜，趾高气昂地走到我们面前，我们的后援已经来了，现在你们就是插翅也难飞。柳如雪，你应该后悔没有早点杀死我，但没关系，这次我会让你彻底魂飞魄散。我皱起眉头，转头看向柳如雪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他就是慕容华吗？柳如雪僵硬地点了点头，确定了身份。我也懒得多废话，我直接伸出手，一把朝慕容华的脖颈掐去。不好！慕容华大惊失色，毫不犹豫地开启血纹真身，化作虚无的黑影，试图无视物理伤害。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下一秒，他的脖子依旧被我死死卡住，死亡的阴影彻底将其笼罩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是无敌的！慕容华惊骇欲绝地看着我，去死吧！我直接催动力量，准备将其抹杀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！我爸是慕容青山，黑鹰，快来救我！慕容华大声哀求道：“你爸叫慕容青山，真是个好儿子，有机会连你爹一起杀了。”我漫不经心地说着，红色力量狂涌而入，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般。只是一瞬间，慕容华便彻底失去意识，消散在了这个世界上。你竟然杀了慕容华，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！黑鹰彻底崩溃了。慕容华一死，他绝对无法向慕容青山交差，唯有死路一条。聒噪！我毫无怜悯。狮王杀了这些人，战斗轰然爆发。黑鹰等人根本不是战国狮王的对手，直接被压着打。他死死盯着赶来的赵山小队，怒斥道：“你们干什么？快来帮我们对付这只邪魔！”可为首的赵山却无奈地摇了摇头：“不好意思，如果知道你们想对付的人是周天，那我们就不会来了。”面对我，赵山根本生不出一丝出手的念头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就算自己这边所有人加在一起，也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对手。什么？黑鹰听到赵山的话，立刻面露震惊之色。你们足足上百位血纹者，怎么可能对付不了他们？实话告诉你们，这个人杀死了慕容青山的儿子，你们如果不帮忙的话，
绝对会吃不了兜着走，这是他最后活下去的希望。可赵山脸上却只有无奈与冷漠。救你？拿什么救你？就算我们上百人一起动手，也不是周天一根手指的对手。时代变了，就算你们是慕容青山手下的王牌小队，可面对周天，也只是蝼蚁而已。赵山冷冷说道。他同为血纹者，比谁都清楚这份实力差距。他连对付战国狮王都只有死路一条，又拿什么去和能弹指间战胜狮王，甚至能奴役邪魔的我去拼？这可是放眼整个龙国都最顶尖的恐怖存在，怎么可能？一个人怎么会这么强？黑鹰不敢置信地嘶吼，但下一刻，战国狮王如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，一把破败却能斩断一切的长剑，瞬间贯穿了他的身体。可恶啊！黑鹰发出一声痛苦的不甘哀嚎，惨死当场。伴随着他的死亡，这支王牌血纹者小队彻底团灭。我心如止水地看着这一切，这就是末日的生存法则，要么他们死，要么我死。很快，一切归于平静。赵山快跑2步来到我面前，极其恭敬地说道：“周天先生，这些都是京城那边的势力，这件事情我深感抱歉，同时也很感谢您能帮我们清除这里的邪魔。”我随意地点了点头，看了一眼四周，这学校的位置还真不错，如果能建立一座庇护所就好了。赵山是聪明人，立刻会意。周天先生，这点小事就交给我们吧，我们可以向您保证，最多1个月，这里就会被改造成固若金汤的庇护所，而这个庇护所的主人自然是周天先生您。见他如此识趣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小伙子，好好干，以后哥多给你找几个嫂子。”周天先生，如今学校的邪魔清理的差不多了，就连那只 B 级邪魔都逃离了这里。赵山诚惶诚恐地笑着提议：“不如咱们先稍作休息，等晚上李队处理完事情，开个庆功宴。”我望向天际，天快亮了，血月降临后，夜晚极度拉长，白天只剩几个小时。身为吸血僵尸的始祖江辰，我虽不至于见光死，但对此有着本能的厌恶与排斥，加上几乎所有邪魔都会在白天蛰伏，我便点头应允。行。赵山大喜，立刻带人去整合幸存者。到了白天，邪魔本能蛰伏，战国狮王直接召唤出一口雕刻着5爪金龙的诡异棺材，躺了进去。邵依依经过1晚上的折腾，浑身脏兮兮的，委屈地看着我：“大哥，咱们去休息吧，人家身上脏死了，你自己去吧，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处理。”我说罢，不再理会他，拉着柳如雪的手转身离开。我的目标是附近的一座千年古刹青龙寺，根据前世记忆，那里会诞生一棵神迹之树。此时天已蒙蒙亮，感受不到多少邪魔的气息。走进寺庙，满地残肢断壁，毫无佛门禁闭的庄严，反而像个人间炼狱。我带着柳如雪在内部搜索，连看了几间空房。在第3个异常干净的房间里，我目光一扫，发现床上竟放着个女用自慰器，原来是尼姑的房间。不得不说，这尼姑的日子也真够苦的。我暗自吐槽。柳如雪好奇地凑上来，用沙哑僵硬的声音指着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“没什么，不知道谁把玩具落这了，咱们往前面看看。”我随口敷衍一句，拉着她快步离开，直奔弥勒殿。殿内，大肚弥勒佛似笑非笑地俯瞰着我们，在末世的阴影下显得格外阴森。佛像前横七竖八倒着无数僧人和邪魔的尸体，所有尸体正散发着诡异的黑气，源源不断地朝中间汇聚。而在那中间，盘坐着一具身披锦襕袈裟的枯骨。更诡异的是，在那具枯骨的头颅之上，竟凭空生长出一朵绚丽至极的妖艳花朵。看着这朵神迹之树孕育的奇花，我嘴角微翘，预计要不了几天它就能结出果实，但我可不想等这么久。我一把将花揪下，毫不犹豫地放入口中，失去花朵，眼前的枯骨瞬间凋零，眨眼间便化作粉末，彻底消散。狂暴的能量瞬间冲击着我的5脏6腑。普通人若敢生吞神迹之花，必会被力量反噬，沦为邪魔。但我这不死不灭的肉身，轻而易举便将其炼化，甚至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畅爽。4阶，我成功突破到了4阶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加恐怖的新能力——血神子。我能将血液炼化为血神子，每一滴都是一条命。日后若能汇聚成无边血海，只要血海不枯，我便堪称真正的不死不灭。4阶只是我的评判标准，真正的战力已经完全超越8阶，甚至9阶血纹者。至于邪魔，除非是 SSS 级邪魔，不然根本无法对我造成任何威胁。江辰的毁天灭地之力，如今已由我出战锋芒。随着我实力的攀升，作为尸奴的柳如雪也跟着沾了光。她的眉头微蹙，眼神愈发清明，自我意识正迅速复苏，似乎越来越像活人了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心跳。我心里想着，直接伸手按在了她的心口，入手处柔软且微凉。僵尸本就是徘徊在生死之间的存在，可以说死了，也可以说还活着。我仔细感受着，心跳虽然缓慢，但依稀还是有的。我暗暗想着，松开了手。期间柳如雪并没有反抗，但我发现她苍白的脸颊竟微微泛起了一抹绯红。还会害羞？那再摸摸心跳看看。我嘴角微翘，不由得想起了最开始偷偷亲她时，不知道是本能还是意识复苏，她曾直接咬了我一口。我又好好感受了一下她的心跳，这一次她的反应更加明显了，身体像个活人般微微颤抖，眼神也愈发迷离。天色不早了，既然已经得到了神迹之花，那就先离开这里吧。我刚准备离开，隔壁房间猛地传来一阵清脆的响声，我眉头一皱，瞬间身形一转，循声赶去。前方出现了一道黑影，是个穿着米黄色连衣裙的小女孩，她正慌不择路地朝着地下室跑去。推开地下室的门，一阵阴风卷着不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我本能地察觉到里面的古怪与危险，这地下室里有些古怪，似乎藏着一位强大的邪魔。我暗自思忖，但以我如今的实力，加上身边的柳如雪，就算真遇上变态级邪魔，也能全身而退。小女孩慌不择路地逃了进去，我带着柳如雪紧随其后，穿过狭短的通道，空间骤然开阔。地下室里虽然阴暗潮湿，却并没有预想中邪魔横行的恐怖景象。一声惊叫传来，我循声赶去，只见小女孩浑身颤抖地注视着前方，仿佛看到了某种不可名状的恐怖。我皱眉看去，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只见墙壁上竟死死束缚着一道巨大的黑色鬼影，鬼影如幽魂般没有实体轮廓，身上悬挂着一颗猩红转动的诡异眼球，而将这鬼影钉死在墙上的是一把通体漆黑的长剑。
不，那长剑原本应该不是黑色，而是正在被鬼影的力量逐渐侵蚀。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哪怕重生一世，我也未曾见过如此恐怖的存在。那长剑上的封印力量正被消耗，一旦耗尽，这鬼影绝对会出事，化作灭世天灾。必须得提前解决这个威胁，不然以后麻烦只会更多。我暂未轻举妄动。柳如雪，动手杀了这个鬼东西。柳如雪微微点头。地下室温度陡然飙升，一条恐怖的火蛇吐着信子朝鬼影席卷而去。可震惊的一幕发生了，那鬼影宛如一个黑洞，接触的瞬间竟直接将火蛇吞噬得一干二净。柳如雪不服气，抬手唤出更加恐怖的容颜，却依旧如泥牛入海，全被鬼影吸干。被镇压在这里的邪魔似乎能吞噬世间的一切，而且没有实体，刚好克制我鲜血夺萃的能力。我冷哼一声，那既然如此，就尝试直接炼化吧。我正欲亲自动手，那鬼影额头上的猩红眼球忽然剧烈转动，一道红光死死锁定了我。我顿时感到一股试图改写我思想的入侵之力，立刻出手将其镇压。他似乎察觉到无法影响我，红光一转，直接扫向了旁边的小女孩。小女孩终究心智稚嫩，瞬间面露无尽的惊恐。我不再犹豫，箭步上前，一把掐住了黑影的脖颈。接触的刹那，一股恐怖的吸力仿佛要将我的三魂七魄生生抽走。炼化，我毫无惧色，降尘之力狂涌而出，强势镇压。被长剑钉死的鬼影剧烈挣扎，但在我的力量下，全都是徒劳。他那原本漆黑虚无的身躯，正被我的血脉力量一点点同化、染红，将其炼化成奴仆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对邪魔尝试的手段。时间一分一秒流逝，鬼影大半已化作诡异的红色，就连那把长剑也褪去黑色，泛起血光，要成了。就在这时，鬼影猛地显化出狰狞的面孔，似乎想将我生吞活剥。那颗猩红的鬼眼更是疯狂转动，红光如刀般直刺我而来。你瞅啥？你再瞅一个试试！我顿时大怒，鬼眼依旧死死盯着我。好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我五指成爪，猛地捅向那颗鬼眼，伴随着刺啦一声黏腻的撕裂声，我竟生生将那颗猩红眼球抠了下来。鬼影发出一声凄厉的呜咽，我冷笑一声，直接将鬼眼丢进嘴里，咯吱咯吱嚼了2下，吞入腹中，味道很特别，像是在吃果冻。这凶悍的举动让鬼影彻底慌了，他也不顾一切，竟强行将头颅已被我炼化的肉身分离，意图逃窜。想跑，想得美！我刚想擒住这颗头颅，整个地下室却因刚才的剧烈抗衡失去了承重点，开始疯狂崩塌。无实体的鬼影头颅无视落时，直接朝地面逃去。而一旁的小女孩若是被活埋，绝对死路一条。权衡利弊后，我放弃了追杀，一把抓起小女孩，带着柳如雪以及那具被我完全侵蚀的鬼影无头身躯和血红长剑，迅速冲出地下室，回到地面。我的脑海中瞬间涌入一连串信息：恐怖鬼影拥有拼接一切身体的能力，猩红鬼眼可开启鬼域，无视一切虚妄，并且可以入侵人的意识。邪剑原土，杀气越强，威力越盛。此刻我已经彻底掌控了这3件物品。我将猩红鬼眼吞下，额头处隐隐传来阵阵燥热，紧接着那恐怖的眼球并未寄生，而是完全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。它的力量尽数被我掌握。失去头颅和意识的恐怖鬼影本能地游转到我身下，渐渐覆盖了我原本的影子。看着脚下这具没有头颅却恐怖至极的影子，我微微皱眉，本想将其炼成尸奴，没想到它成了我的影子。但这绝非坏事，得到鬼影和鬼眼后，我发现自己原本僵硬的肉身竟然变得灵活了许多。看来这个鬼影真是不得了的存在，至少是 SS 级邪魔。我在心里暗道。最后是邪剑原土，剑身锋利，泛着诡异的猩红，仿若永不干涸的鲜血。正是以此剑无穷的杀意，才足以囚禁了如此恐怖的鬼影。真是把神兵利器，但必须拥有比它更为强大的杀气，才能够彻底掌握，不然迟早要被反噬。我清楚这把剑的威胁，但对我而言，压制它轻而易举。之前谢谢你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小女孩突然出声，在目睹我镇压鬼影后，她似乎放下了戒备。我要离开这里了，你也走吧。我随口说道。这女孩同时觉醒11道血纹，假以时日必成强者。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之前对不起，我以为你和他都是僵尸。她犹豫片刻后问道。我略作思忖，答道：江辰，我叫百天星。我不欲多言，拉起柳如雪的手，径直离开。鬼影头颅虽然逃脱，但我不可能放虎归山。走出一段距离，额头的鬼眼赋予了我超绝的感知力，在我的鬼域笼罩下，我隐隐感知到身后的百天星褪去了衣物，雪白的肌肤上妖艳的血纹爆发，竟化作了一只黑色的凤凰腾飞而起。风中甚至传来了他的喃喃自语。没想到能遇到如此强大的人类，就连鬼影都不是他的对手。看来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了。他并非活人，而是和我一样游离于生死之间，只不过我更趋向于人，他更趋向于邪魔。那个小女孩有古怪，她身上隐藏着更为强大的力量。柳如雪冷不丁地开口，我点了点头，我知道，并不用理会。我早就看穿了她的秘密，揭穿了反而没意思。我们来到一处商场。好了，鬼影头颅就在前面这个商场里。我开启着鬼域，如同全能的神明般开口，我去对付他。柳如雪主动说道，在地下室吃了鬼影的亏，她自然想找回面子。商场内死寂无声，地上布满血迹，却不见一具尸体，十分诡异。我额头的鬼眼快速扫视，瞬间锁定了前方一个巨大可爱的熊猫玩偶，就是这个玩偶。我二话不说，一剑斩去。柳如雪也毫不犹豫地召唤容颜，轰向玩偶。呜咽，玩偶瞬间暴露出狰狞可怖的表情，如同实体化的食铁兽，朝我狂扑而来。既然能败他一次，就能败他第2次。下地狱吧！散发着无穷杀气的原土剑毫无悬念地将玩偶斩碎，隐匿其中的鬼影头颅也被一分为2，被漫天熔岩死死包裹焚烧。难不成还不死？我诧异地看着被分为2半且受烈焰烘烤的鬼影头颅，它竟依旧没有崩灭的迹象，看来只能动手炼化。在我的无上威压下，鬼影头颅被死死笼罩，剧烈颤抖着无路可逃。呜咽，伴随最后一声凄厉的尖叫，未免被我炼化。他竟当机立断选择了自爆，狂暴的力量瞬间炸响，却未能对我与柳如雪造成分毫伤害。然而我眉头猛地紧皱，
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。那鬼影头的自爆根本不是为了同归于尽，而是用力量发出了某种信号。在我的感知下，方圆几十里内的邪魔正在疯狂地向商场汇聚。他们打破了白天的禁忌，无视了太阳的灼烧，而唯一的目标只有我。数之不尽的邪魔汇聚而来，黑压压地朝我袭来，这足以引起旷世灾难的恐怖尸潮，在我眼中却是一场盛宴。有信心应对吗？我转头看向柳如雪问道。柳如雪没有说话，只是坚定地点了点头。我露出了轻松的笑容。那既然如此，咱们分头行动，解决掉这些邪魔。说实话，我还有点想感谢鬼影头目，平时打怪升级嫌慢，他自爆前反而帮我把几十公里内的邪魔全招来，直接省去了我奔波的时间。况且现在是白天，邪魔实力遭到大幅削减，毫不犹豫，我和柳如雪各自选定方向，展开了一场疯狂的杀戮。手持原图剑 F 级邪魔在我面前如蝼蚁般尽数湮灭，也就只有1级邪魔能稍微减慢一点我的步伐。与此同时，江海市军区李队正因我清理了10万邪魔而神清气爽，刚准备好形象去见我一面，一名士兵却焦急地冲了进来。李队，不好了！江海市郊区位置突然出现了大规模的邪魔，初步推算足足有30万。李队当场愣住了。卧槽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有多少邪魔？李队，就是30万，而且这还是保守估计。士兵唯唯诺诺地开口，30万邪魔足以平推整座城市，而他手下的血纹者顶多300。李队直接瘫软在地。李队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要不咱们拼死一搏？士兵忍不住问道。怎么办？要么等死，要么跑啊！30万邪魔同时汇聚，就算号召全国的力量也无法应对，更别提龙国各地都死伤惨重，不可能为了一个江海市调动全国的力量。李队心如死灰，颤抖着手拿过纸笔，开始留遗书。爸妈，孩儿不孝，不能替你们报仇了。另外，你号召全体士兵，动员整个江海市民众迁移，咱们还能动的士兵都去奔赴战场，哪怕是死，他也得死在战场上。可就在这悲壮的绝境之际，士兵的手机突然响了。接完电话，士兵瞬间狂喜。李队，你不用写遗书了，情况有变，周天先生正在对抗这些邪魔，并且实力呈完全碾压趋势。周天一个人应对几10万邪魔。李队惊骇交加地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妈了个巴子的，老子都做好死的准备了，现在你跟老子说不用了？他虽然嘴上气愤，嘴角却洋溢着难以隐藏的狂喜。此时此刻，他才意识到我的实力早就不属于血纹者的范畴了，只要我愿意，甚至能直接统治整个龙国。足足耗时5个小时，我抹杀了20多万只邪魔，没有疲惫，我只有无尽的兴奋。但可惜的是，周身能量趋于饱和，却依旧未能打破桎梏，突破5阶。这些低级邪魔对我的效果已经很小了，必须想其他的办法来提升实力。我暗自盘算，此时正值正午，灼热的阳光照在身上，虽不致命，却像苍蝇贴面一样，让我本能的感到恶心反感。找个地方休息一天吧，等晚上再出来活动。我迅速扫视四周，不知不觉间已杀入了一片豪华的别墅区。翻进一栋别墅的卧室，确认无人后，我从衣柜里找了几件合身的男士装束，走进了卫生间。哪怕化身僵尸，几乎丧失了触觉，我依旧保留着身为人的习惯，开着滚烫的热水冲洗掉了浑身的污秽血迹。洗了10几分钟，我光着身子缓步走了出来。可刚一出门，房门却在此刻被人从外推开。一个身穿华丽丝绸长裙的少妇抱着一堆生活物资走了进来，四目相对间，她先是大吃一惊，随后目光下意识地往下移，死死盯向了我的胯下。她手中的物资吓得散落于地，一张画着精致淡妆的脸上瞬间涌现出无尽的惊恐，那表情就仿佛是被某种恐怖的庞然大物给结结实实地震慑到了一样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里？眼前身穿丝绸长裙的少妇失声惊叫，丰腴的身子剧烈颤抖。我刚洗完澡还没穿衣服，场面一时间有些尴尬。原来这是你的房子，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，借你房间洗了个澡。我坦然回应。那你为什么还不穿衣服？大白天的光着身子。他捂住双眼，指缝却悄悄张开。我化身僵尸后，除了皮肤白得近乎透明，身材在鬼影的加护下匀称养眼，身下的资本更让他不自觉地偷瞄。我不愿多解释，直接问道：我之前看到你房间有男人的衣服，那是你老公？那是我老公。怎么了？他神色一暗。那现在你的老公呢？他沉默着垂下头。答案不言而喻。在邪魔横行的末世，普通人的命比草还贱。那个，你是不是传说中的血纹者？少妇盯着我的银发赤腿，冷不丁问道。我很诧异，末世首日情报就传开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听小区里的人说的，你应该还不知道。咱们小区就出现了一个血纹者，他能召唤水流攻击，昨天杀了不少邪魔呢。他一边朝我靠近，一边解释道：现在这个人就是我们小区的领袖，他控制了几个超市，以后必须排队领物资。在幸存者眼中，觉醒异能的男子就是土皇帝。那个，你既然是血纹者，你的能力是什么？他仰起脸，我看那个人，他召唤的水流能直接破坏一面墙。你真想知道？我反问道。我很清楚他的心思，这是弱智女流寻找强大靠山的慕强本能。对，小弟弟，你给姐姐看看吧，你给姐姐看，姐姐也给你看个好东西。他贴上身来，眼神流波，你给姐姐看，姐姐也给你看个好东西。我的能力不方便展示，但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顺势搂住他的细腰，并不是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我只是想确认，化身降尘后，这具躯壳是否还具备男人的本能。好，那弟弟可要心疼姐姐。他钻入我怀中，娇躯柔弱无骨。我撕碎了那件碍眼的长裙，看着那一身白皙，我调侃道：原来还是个小白呢，讨厌。他羞涩回应，满面通红。他有着极度克夫的往事，几任丈夫皆在房事中离奇暴毙，后来不得不找个不行的男人凑合，直到老公死在邪魔手中。可他没料到，我不仅能行，而且强得离谱。一番云雨后，不行了，我要死了，求求你放过我。少妇如死鱼般瘫软在地，彻底崩溃了。我力大无穷，体能完全超脱了人类极限。更让我惊喜的是，一股微弱的气流正从他身上源源不断涌入我体内，我那僵硬的尸身竟然因此变得更加灵活舒缓。我看着生无可恋的少妇，
心中生出更多兴趣。既然这种方式能化解僵化，那这别墅我暂时是不打算走了，因为少妇无法反抗，便只能被动享受，感受着她的温柔。我原本压抑的内心也得到了释放。女人就像个灭火器，关键时刻总能浇灭男人心里的躁动，让人归于平静。与此同时，江海市科技大学内，赵山带人将幸存者汇聚一处，着手把大学改造成避难所。时间来到下午3点，天色已经变得昏暗，血纹者们纷纷在食堂用餐，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黑夜。换了件黑色小吊带的少一戳着盘里的盖浇饭，显得百无聊赖。这都快1天了，周天怎么还没回来？他失落的寝食难安。虽认识不久，但仿佛只有待在我身边，他才有安全感。正当他准备四处走走时，几个穿着花里胡哨的人走了过来。八嘎，为什么我们只能吃泡面盒饭，而你们却能吃这么好的食物？就是，我们可是大樱花国的子民，你们这么对我们，真是太可恶了。这几个樱花留学生一进门就开口辱骂，周围士兵上前阻拦，其中一个东洋邪魔身上却闪过红光，凭空抽出武士刀朝士兵劈去。不好，少一黛眉一蹙，这东洋邪魔竟还觉醒了特殊的气纹，普通士兵根本挡不住。八嘎，去死吧！东洋邪魔面露狰狞，电光火石间，少一施展血纹真身，甩出一团诡异的青丘冥火。东洋邪魔仓皇挥刀抵挡，怒喝道：“你个龙国女人，竟然还敢对我动手！我们是尊贵的大樱花国人，你这样做会引起2国的战争的。”旁边另一名东洋邪魔嚣张帮腔：“小次郎君，不要跟他们废话，这群龙国人就是懦夫，还要躲在女人的身后。我看这个女人挺不错的，不如带回房间。”好啊，我就喜欢龙国的花姑娘了。叫小次郎的人露出猥琐笑容，朝少一伸手走去。花姑娘，现在只要你陪我们睡一晚，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算了，怎么样？少一怒极反笑，催动全力，释放出一道更为恐怖的青丘冥火。还敢反抗？小次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，挥刀欲斩，可武士刀接触冥火的瞬间，竟然像雪糕般开始融化。不，这不可能！小次郎大叫，下地狱吧！冥火将其彻底吞没。不，一声哀嚎后，小次郎被生生烧成灰烬。你竟然杀了小次郎君，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。其余东洋邪魔震惊退后，而无数被激起血性的龙国士兵已将他们团团围住。这里是龙国的地盘，还轮不到你们撒野！一名士兵上前冷喝：“现在请你们跟我们走一趟！”混蛋，你是什么东西？竟然还想带我们离开？东洋邪魔有恃无恐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们的天皇陛下觉醒了5道血纹，现在已经是3阶血纹者，而你们龙国呢？最强应该也只有2阶吧？士兵强忍怒意，我再重复最后一遍，请你和你的朋友跟我们走一趟，不然我们就要采取强硬手段了。人多欺负人少是吧？真是一群懦夫！东洋邪魔掏出手机摇人，不过你们也别以为我们就没有人了。叽里呱啦讲完鸟语后，他脸上的张狂更甚。我们黑手党一共有80名血纹者，其中超过1半都达到了2阶，并且这次之后，大樱花国将宣告和龙国开战。当然了，这件事也不是不可以避免的。把这个花姑娘交给我们处理，刚才的事情就既往不咎。他的眼神在少一身上流露着毫不掩饰的贪婪。周围的龙国人彻底炸了，马勒戈壁的，老子忍不住了，这东洋邪魔实在是太嚣张了。对啊，这里可是龙国，还能让这群东洋邪魔撒野，干死他们！对，就80多个血纹者，能掀起什么风浪？就在士兵们怒火中烧时，收到消息的赵山赶到了。妈了个巴子的，给我干死这群东洋邪魔，一个都不能放过！赵山雷霆大怒，竟然还敢挑事，还调戏周天先生的朋友，杀你1万次都不足惜。得了命令，士兵们犹如打了鸡血，根本不用枪，直接赤手空拳扑上去肉搏。你们不能这样，天皇陛下不会饶了你们！你们人多欺负人少，一点也没有武士道精神。惨叫和嘴硬声渐渐微弱，几个东洋邪魔硬生生被群殴致死。给老子把他们的尸体喂口！看见这群东洋邪魔就恶心。赵山痛快地下令，转头对少一恭敬道：“刚才真是抱歉，没想到这几个樱花国的留学生竟然这么嚣张。没事，但这群东洋邪魔好像联系了同伙，要对咱们出手。”少一提醒道：“放心，这件事情交给我们。”赵山拍着胸口打保票，通过卫星画面，我们能在这些人赶来的一瞬间发现他们。天色不早了，估计邪魔也要再次躁动了。少一望着窗外，因为我不在，他心里莫名的没底。江海市某处，一群企图借邪魔之势扰乱龙国的大樱花国黑手党正汇聚一堂。井上社长、小次郎他们似乎遇到了麻烦，咱们要不要出手相助？一个东洋邪魔漫不经心地问道，怀里还搂着个整容脸的棒子国美女。根据小次郎的消息，龙国军队似乎是要把科技大学建立成避难所。井上社长面露阴狠，普通士兵不用在意，真正的血纹者足足有200位，这确实是个难啃的骨头。另一穿和服的东洋邪魔不屑道：“这群支那猪能有什么本事？咱们80几位血纹者，难不成还对付不了？”井上社长点燃雪茄，阴冷一笑：“龙国有句古话，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打肯定是要打，但却不能是现在。”迎着手下疑惑的目光，井上吐出一口浓烟。昨天晚上，我遇到了一只 S 级邪魔，只要将这只邪魔吸引过来，绝对能团灭他们所有人。妖西，还是井上社长心思歹毒，这一次一定能将这群支那猪团灭！哈哈哈哈！视线回到别墅里的少妇身上，她满目怀春，眼神妩媚地看过来，真是个冤家。听到她说话，我才注意到，她竟然一点也没嫌弃，把我残留在其体内的血液咽进了肚子里。这可是蕴含着僵尸始祖力量的江辰之血，这意味着她即将蜕变成我的尸奴。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乱吃东西会中毒的？我嘴角勾起，调侃的笑意。她毫不紧张，反抛了个媚眼：“怎么心疼姐姐了？姐姐也不图你什么，你是血纹者，以后注定是人中龙凤，你就把姐姐当成小三吧，有事没事的来1次2次就行。”我一时无语，合着彻底拿我当大腿工具人了。不过懂事这点倒是不错。话音刚落，他突然黛眉一蹙，小腹涌起滚烫的灼烧感，浑身泛起异样的红晕。我该不会真中毒了吧？少妇幽怨地望着我，
我没有说话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把正儿八经的普通活人同化，是否会有意外？比如意识消散，我也无法绝对保证你可能会死，但我也不确定。如果能抗下来，你的实力将不会弱于血纹者。我直言不讳。听到这话，少妇的眼神瞬间绽放出极度渴望的光彩。少妇的情况愈发严重，娇躯无法自控的颤抖。这样的异状持续了10几分钟，才归于平静。紧接着，她就像最开始的我一样，原本红晕的皮肤逐渐褪去血色，变得惨白。我的身体越来越凉了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她感受着体温的流逝，忍不住呢喃：“应该吧。”我并没有骗她。同化为尸奴，其实与死了无异，尤其是对毫无防备的普通人，像邵依依那种血纹者，哪怕饮了我的血，体内也有血纹之力相互制衡。但他一个普通人，生吞了江辰的精华，只能被绝对的力量重塑。少妇的呼吸渐渐平息，身体不断向尸奴蜕变，尖锐的牙齿，锋利的指甲，连眸子都泛起了绯红的幽光，活脱脱就是我的翻版。成了，脑海中多出一道无形的联系，这意味着他已彻底沦为我的尸奴，永世无法反叛。我竟然没死，而且真的获得了强大的力量。你没有骗我。他感受着体内汹涌的力量，惊呼出声：“你获得了什么能力？”我随口问道。尸奴会随机继承我的一部分能力，战国狮王继承的最纯粹，直接从 V 级跃升至 S 级。柳如雪与我实力相当，只是建立了羁绊。至于邵依，我是刻意没赐予她能力，毕竟她潜力极高。但这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击杀邪魔，我都能获得经验反哺。我得到了鲜血夺萃。他激动地回答：“鲜血夺萃，这能力还行。”我点了点头。作为最基础的能力，不仅能吸血恢复，甚至能让他活得比所有血纹者都久。甚至我脑海里还闪过一个无厘头的猜测，有了这能力，他是不是连生理期都能自己内循环吸收了？对了，人家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他满眼认真地凝视着我，叫主人。我毫不犹豫，主人。虽然感到羞耻，可他却发觉自己根本无法抗拒，仿佛这就是刻在灵魂深处的本能。主人，人家叫李叶子，你以后就叫人家叶子吧。他宛如一只温顺的猫咪，用胸前的丰满蹭着我的胳膊。年少不知少妇好，我一边感叹着这份熟韵的魅力，一边看向窗外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得回去一趟了。如今虽不到下午4点，天际却已蒙蒙发黑，再过半小时，黑夜将彻底降临，邪魔的狂欢又要开始了。不要吗？人家还想再来一次。李叶子依恋的挽留，但他在我眼里已完成了检验我是否还能重振雄风的工具人使命。我自然不会在他身上继续浪费时间。接下来你只有一个任务，那就是建立一个小型避难所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应该能轻松应对那个血纹者。以他如今这足以秒杀大半2阶血纹者的实力，称霸小区轻而易举。放心吧，主人，人家会努力完成你的任务的。李叶子娇声应下，在他的恭送中，我离开别墅，振翅飞向江海科技大学。因为那只鬼影头颅的缘故，附近的邪魔几乎被灭绝了。整个江海市的邪魔估计都超不过100万了。我在夜空中疾驰，随手用原图剑气剿灭路上的零散邪魔。就在距离大学还剩10几公里的位置，我却骤然停下了身形。我感知到了一股至少在级以上的恐怖气息。没想到江海市还会出现其他的 S 级邪魔，看来某些东西已经和前世发生了偏差。前世无敌的旱魃柳如雪是江海市的禁忌， S 级邪魔都不敢踏足他的领地，而这一世我将他带走。蝴蝶效应导致潜藏的怪物开始按捺不住了。既然是 S 级邪魔，那就顺手炼化成尸奴吧。我冷笑一声，额间猩红鬼眼赫然睁开，红光瞬间笼罩四周，视野锁定在下方，那是一头体型堪比巨象，浑身浴血的斑斓黑虎邪魔。然而真正让我诧异的并非这只怪物，而是我居然看到了今天在寺庙里遇到的那个女孩百天星。此刻她正安然无恙地骑在那头恐怖的黑虎背上，神态亲密，而那只足以撕碎一切的 S 级猛虎对她竟没有丝毫的敌意。这瞬间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虽然早在寺庙就察觉到她的不对劲，但此刻这一幕还是让人心惊。那可是足以覆灭小国的 S 级邪魔啊，竟然会如此温顺地被一个小女孩骑在胯下。我没有急着现身，而是在暗中观察。只见小女孩伸手轻轻抚摸黑虎的额头，一道血色光芒从她掌心浮现，紧接着黑虎的额头竟生出了一道血色的图案。血纹哦，血纹成型的瞬间，黑虎发出一阵震颤灵魂的怒吼，气息随之暴涨，仿佛得到了某种升华，竟然能提升邪魔的等级。这个小女孩到底是人还是邪魔？我心中暗忖，但哪怕实力提升，这只黑虎依旧不被我放在眼里，能与现在的我抗衡的，唯有前世传说中的 SSS 级邪魔。我展开背后的黑色骨骼，瞬间降临在他面前，冷冷发问：百天星，我应该没记错你的名字吧？面对我的突兀现身，百天星只是微微挑眉，看来获得鬼眼之后的你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。他胯下的巨型黑虎察觉到我的气息，立刻张开深渊巨口，发出不安的咆哮。我目光一寒，无边的狮王威压倾泻而下，那头堪比巨象的百兽之王瞬间如坠冰窟，身躯剧烈颤抖，连直视我的勇气都被彻底碾碎，温顺的像只被吓破胆的小猫。你这人真坏，吓到他了。百天星宠溺地抚摸着黑虎，黑虎可是很乖的，而且很聪明，你不喜欢他吗？我嘴角一抽， S 级邪魔跟乖沾边吗？我给你2个选择，告诉我你的身份是人还是邪魔。第二，和这只黑虎一起死在这里。我语气森寒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严肃？本来呢，我是看这黑虎潜力挺大的，想培养一下。百天星魂不在意的笑道，但现在被你撞到了，不如就给你吧，用来当你的坐骑也挺好的。你放心，这只黑虎身上有我的印记，它现在只会听从你，还有我的命令。养虎为患的道理我自然懂，把带有别人印记的 S 级邪魔留身边，绝对是个定时炸弹。但我却没有拒绝，反而露出了一个危险的笑容。
好啊，既然你这么好心，那我自然不会拒绝。百天星从虎背跃下，示意黑虎走向我。黑虎极不情愿，却无法违抗他的命令。我将手按在黑虎身上，下一刻，锋利的指甲瞬间刺透他的皮肉，霸道的僵尸王之血疯狂注入其体内。黑虎发出凄厉的哀嚎，却在我的力量压制下动弹不得。他的生机被迅速剥夺，身躯僵化，正被我强行向尸奴转化。当我的力量侵入其额头时，遭遇了一股强烈的排斥，那是百天星的印记。我冷哼一声，将神之力狂涌，以摧枯拉朽之势将那道印记彻底碾碎、覆盖。灵魂撕裂的剧痛让黑虎浑身痉挛，短短几秒对他而言，宛如熬过了几个世纪。当他的双眸彻底化作猩红，连毛发都染上血色时，脑海中那道主仆契约终于建立。他成了我除战国狮王外的又一得力干将。转化完成的黑虎在看我时，眼中只剩下绝对的臣服与亲昵。我摸了摸他硕大的脑袋，转身盯住百天星，杀机毕露。接下来就到你了。百天星满脸幽怨，喂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抢了我的黑虎就算了，现在还盯上我。面对这个神秘莫测的隐患，我的字典里只有永绝后患。想杀我，以你现在的实力还做不到。他强装镇定道，而且现在你也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你的小尸奴还有聚集地都遇到了危险，现在的你最应该先处理这些。我脚步一顿，你是说柳如雪？见我停下，他露出了一丝得逞的笑容。没错，你那个小尸奴遇到了一点麻烦，不过不用担心，并不会遇到性命危险。但如果时间长了，可就难说了，说不定再晚一会儿，他就要彻底死去了呢。我眉头紧锁，相较于科技大学的聚集地，我更在意柳如雪的安危。希望你不要骗我，不然下一次见面，我绝对会杀了你。我翻身上虎，留下一句狠话：我等你哦。希望下次见面，你能变得更强。百天星娇笑着，竟朝我抛了个媚眼。这丫头看着不大，骨子里却透着股勾人的劲儿。我暗自冷笑，等确认柳如雪无恙，下次见面，我必会让她见识下僵尸最硬的地方是什么。在绝大部分人的眼里，漂亮女人都是花瓶，可很显然，百天星不属于花瓶。她虽然长得漂亮，看着只有10几岁，可心智与实力皆深不可测。这一次我没杀她，但在我心里，她已经上了必死名单。既然不能成为我的手下，那就只能是敌人。之前和柳如雪分离后，我并未过多关注她的情况，就凭她现在的实力，甚至还有主仆印记都有，真遭遇不测，我绝对能感知到。希望百天星说的并不是真的，我暗自思忖。至于百天星口中的避难所有危险，我也在意，但大不了重见你的，只要战国狮王和少一不死就行。骑上 S 级邪魔黑虎，我的速度堪比高铁，循着感应，迅速锁定了一片区域。但奇怪的是，这附近只有零星的低级邪魔，根本没有柳如雪的痕迹，甚至连战斗的痕迹都没有，并没有发现柳如雪的痕迹。难不成是感应出错了？我心里有些诧异，我额头处的鬼眼不安分的转动，一道红光瞬间覆盖方圆几十公里，如同开了上帝视角。既然不在周围，那很有可能就是在天上，或者就是地下。天上不可能，我直接催动鬼眼朝地底探去，视线穿透100米深渊，黑暗尽散，地下100米竟然隐藏着一座地下宫殿。我毫不犹豫，带着黑虎直冲地底。江海科技大学在军方的协助下，这里已汇聚了上万名幸存者，物资充足，足以支撑几个星期。因为白天诛杀了小次郎等樱花国人，今晚的守卫格外森严。江海市军区总指挥李队亲临现场，此刻正坐镇会议室中央，脸色凝重，周围围坐着赵山等军官。而在这群硬汉中，穿着黑色小吊带，胸前隐现9尾狐血纹的少一显得格外突兀，却无人敢直视他。他看起来人畜无害，但战力绝对数1数2，更何况他身后还站着一尊足以毁灭城市的 S 级邪魔。战国狮王在整个龙国，咱们江海市的情况最为乐观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这个月咱们的超大型避难所就能建成。李队神情严肃，不怒自威。但是在此之前，咱们得面对第一个麻烦，就是黑手党的威胁。虽然晚上他们偷袭的可能很小，但也必须时刻做好准备。赵山看着手里的资料接话：李队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这黑手党的成员一共有500左右，虽然都隶属于黑手党，但却又属于不同的派系。根据他们樱花神话的神灵为代号，其首领代号分别是8岐大蛇、9吞童子、伊邪那美。一直默不作声的少一淡淡开口：黑手党的血纹者只有80个左右，这并不算什么威胁，我们其实也不需要这么在意，只要你们能找到他们的位置，我和战国狮王2个人就可以将他们团灭。这番话大得惊人，但在座的血纹者看着战国狮王那恐怖的压迫感，无人敢出声质疑。嗨嗨，对方的行迹十分隐蔽，卫星画面暂时还不能发现他们的位置。赵山尴尬回应：在末世躲避卫星追踪并不难，黑手党可不像周天那般肆无忌惮地释放气息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女秘书急匆匆地冲了进来，胸前的起伏因剧烈喘息而上下跳动。李队，赵队不好了，根据检测，一只 S 级邪魔正在朝着咱们这边赶来，并且还发现了黑手党的存在。李队猛地站起，怒骂出声：他奶奶的，这群东洋邪魔还真来了，而且竟然还带了如此恐怖的存在。李队狠狠拍了一下桌子，满脸愤慨。身为龙国军人，他最想做的就是带领龙国儿郎踏平樱花岛。可眼下单凭军方的实力，根本无法对抗一只 S 级邪魔。他将充满希冀的目光投向了少一。如今我不在，能解决这个麻烦的只有他。放心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。S 级以下我无敌，S 级以上我还能摇人。少一满脸严肃地打下包票，看着他这副中二的模样，众人原本紧绷的神经莫名松了些许。战国狮王，随我一战，杀尽这群樱花狗！少一娇喝一声，血纹红光大作。正常人的血纹真身都是用来防御的铠甲，他倒好，竟用力量在身后凝聚出了一件除了帅毫无用处的红色拉风披风。不止如此，他手中还凭空凝聚出一把无形的血纹长剑，活脱脱一副玄幻小说里的剑仙做派，漂亮中透着一股浓浓的中二气息。他直接御剑飞出会议室，战国狮王紧随其后。看着这一幕，李队哭笑不得。哎，
真是个有意思的姑娘。他喃喃自语，眼中却闪过一丝伤痛，因为他那死在邪魔手中的女儿也如少一一般年纪，距离江海科技大学10几公里外，黑手党社长井上造人正身穿和服疯狂逃窜，他手中握着一根燃烧着黑色妖焰的白色诡异蜡烛，正是靠着这从寺庙寻得的邪物，他才成功引来了一只 S 级邪魔。8个，这 S 级的邪魔实在是太恐怖了，井上造人不敢有丝毫懈怠，甚至随时准备发动短暂化身邪魔的异能来保命。眼看距离避难所越来越近，他急促地拨通电话：莫西，松下造谢军、安培阳伟军，你们时刻做好准备，在邪魔到达避难所的时候，趁机也对避难所动手，杀人、抢物资、抢女人。放心吧，井上社长，我们已经在周围埋伏好了，就等待你成功把邪魔引过去。挂断电话，井上造人刚想加速，却猛然顿住，前方天际一道身影正御剑飞速逼近，那女孩宛如传说中的剑仙，而在她身后竟还跟着一具背着巨大棺材、萦绕黑龙虚影的恐怖尸体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难不成是这群可恶的龙国人的手段？井上造人大惊，少一停下身形，看了眼他手中的蜡烛，又瞥了眼远处的 S 级邪魔，黛眉一蹙，就是你这个东洋邪魔捣乱，还引来了这只 S 级邪魔。井上造人瞬间被眼前的妩媚所吸引，妖姬，龙国的花姑娘，胸脯真是大大的。既然知道还在这里等死干什么，不如你就从了我，保证你能活下去。就凭你也配？给老娘死！大河之剑天上来，少一懒得废话，直接将青丘明火化作无数墨绿色长剑，带着毁灭的气息狂飙射出。不好，真是个心肠歹毒的女人！井上造人惊骇之下，立刻化身邪魔形态，拼死抵抗。与此同时，战国狮王也终于抵达战场，他头顶紫龙虚影，手持3尺清风，竟直接越过井上造人，悍然挡在了那只 S 级邪魔面前。同为 S 级，继承了我部分能力的战国狮王，其战力远超同阶邪魔，你们竟然能控制 S 级的邪魔？这不可能！井上造人彻底僵住了，他靠邪物才勉强吸引邪魔，而眼前这只恐怖的 S 级邪魔，竟完全听命于这个龙国女人。蛮夷小辈也敢妄想对抗龙国，现在就送你下地狱！漫天飞雨，少一招招致命，2阶血纹者的实力根本不是井上造人能扛住的。被逼入绝境，井上造人面露狠色，这是你逼我的！他猛地掏出一截断指，一口吞入腹中，刹那间，一股更为恐怖的邪魔气息轰然爆发，恐怖的气息在他身上爆发，周围空间荡起涟漪，一根根犹如蜘蛛腿的肢体从井上造人身上长出，他的身躯不断拉长，眨眼间化作了一条人形蜈蚣。2阶、3阶巅峰，他这番模样彻底化身邪魔，只要不是高阶残存意识的怪物，都不会主动攻击他，这无疑让他此刻的威胁倍增。卑鄙的龙国女人，接受我的怒火吧！他面露凶光，死死盯着少一。少一挑了挑眉，却满脸嫌弃地嘲讽了一句：就这？他本以为这东洋邪魔憋了什么灭世绝招，没想到就这点能耐。3阶巅峰放眼龙国绝对是顶级，但在他这个服用过神迹果实的天才面前，还真不够看。我乃3阶巅峰，你竟然敢对我露出如此厌恶的表情，我要杀了你！井上造人被这句话和那嫌弃的表情深深刺痛，这让他回想起了自己那方面不行，每次完事后被娇妻嫌弃，甚至公然出轨的屈辱，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失控。他背起恐怖的邪魔虚影，如鬼魅般扑到少一面前。去死吧，贱女人！锋利的蜘蛛腿如长矛般狠狠刺下，企图贯穿那具妩媚的身躯。就你也配与我为敌？少一丝毫不惧，胸前的九尾狐血纹红光大作，他手中那把看似无形的剑直接迎面斩去。所谓剑客的一剑破万法，在他这里根本不存在，因为这根本不是实体剑，而是极致压缩的青丘明火。接触的瞬间，火焰的本质轰然爆发，眨眼间便将井上造人死死吞没。你不讲武德，为什么你的剑会突然变成火焰？井上造人在烈火中惨叫着企图反击，可对方的速度远凌驾于他，他连少一的衣角都碰不到。身为一个剑客，会点火焰怎么了？少一反唇相讥。井上造人暴怒，但这火焰仿佛在焚烧他的3魂7魄，普通手段根本扑不灭。绝望之际，他忽然看见不远处奔袭而来的一群身影。井上社长，我们来了！数十名忍者服东洋邪魔赶到，井上造人大喜，目光锁定其中那名印有9吞童子图案的人，这是拥有极强治疗能力的辅助血纹者松下造谢君，快来救我！谁知松下造谢却咧开嘴，扯出一个残忍的笑容。井上社长，既然你都快死了，那干脆就直接别活了。放心，等我们回樱花国后，绝对会照顾你的老婆的。井上造人彻底懵了，他万万没想到手下竟然造反了，那些忠心于自己的亲信更是连个影子都没看见。我可是黑手党的社长，你怎么敢这样？天皇陛下绝对不会饶了你的。旁边的大将安培阳伟也冷笑出声，社长，这就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了，我送你最后一程吧。他直接开启血纹真身，身躯诡异裂变，左半边是自己，右半边却变成了个恐怖恶毒的女人。我要杀了你！井上造人彻底发狂，顾不上焚身的明火，发疯般朝安培阳伟杀去。哈哈哈，死吧！安培阳伟猖狂大笑，一道巨大的骷髅头凝聚而出，一口将对方吞没。伴随着最后一声凄厉的哀嚎，肉身被寸寸啃食的井上造人彻底消失在了世间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你这个女人了，给我上！杀了她！安培阳伟毫无怜悯，立刻号令残部杀向少一。就在黑手党准备围剿之际，一道雄浑的怒喝声猛然炸响：东洋邪魔们，这里还轮不到你们撒野！霎时间，上百道强悍的血纹气息如狂潮般涌来，为首那人仿佛恶龙化身，气势滔天，死死锁定了这群入侵者。看到这一幕，少一展颜轻笑：军方的人到了。李队的实力虽不及柳如雪，但也绝不会袖手旁观。有战国狮王对付那只 S 级邪魔，剩下的这群东洋邪魔不过是杂鱼烂虾。200多名血纹者对付80多个，这完全就是一面倒的屠杀。然而看到李队等人的出现，这群东洋邪魔的脸色并未有太多慌乱，既然敢来，他们自然有所倚仗。
妖夕，今天就要为天皇陛下争光，杀光这些龙国人！东洋邪魔们狂热地吼叫着，迎着邵依依等人发起了冲锋战斗，一触即发。我并不知晓避难所爆发的激战，此刻我正带着黑虎身处地下100米深处，这里不仅是一处巨大的墓穴，其富丽堂皇的程度，甚至完全不逊色于一座地下皇宫。柳如雪就在这里，我能感受到她的存在，而且她应该也能察觉到我的到来，没有主动来找我，肯定是遇到了一些事情。我在心中暗自盘算，不过以她堪称现世顶端战力的实力，一般的危险根本不足以对她构成威胁。我一路畅通无阻，最终在一座宏伟的宫殿前停下脚步，抬头看去，牌匾上赫然写着“金銮殿”3个大字。柳如雪就在金銮殿内，但似乎这里还有些我没察觉到的诡异。我毫不犹豫地开启了额间的鬼眼，在猩红视野的窥探下，原本空荡荡的殿前广场竟浮现出无数身躯虚幻、面无表情的人影，邪魔亦或者是鬼魂，他们如同全息投影般没有实体，也未让我感到任何威胁。我索性将其无视，径直走向金銮殿。然而在紧闭的殿门前，竟屹立着8个身披黄金战甲、手持兵刃的魁梧守卫，他们气息威严。更让我诧异的是，这8人竟全都是僵尸，惨白的皮肤，僵硬的肉身。在察觉到我的逼近后，这8具僵尸立刻杀气腾腾地挡住了去路。无乃江辰，你们既然身为柳如雪的子嗣，又怎么敢挡我的路？我颇为不爽地开口。这8人很明显是受柳如雪感染而成的2代僵尸，同为僵尸始祖，他们不仅不该拦我，更没资格对我斩入敌。汉魃始祖正在炼化这个宫殿，即使你是江辰，也不能够打扰始祖。其中一名守卫用嘶哑的声音警告道。我直接被气笑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就去死吧！我祭出原图剑，悍然出手，8具2代僵尸刚想结阵反击，我那属于僵尸王的无上威压瞬间倾泻而下，同源的血脉压制对他们的效果远超寻常邪魔。8人如陷泥沼，动作变得极其迟缓，甚至连抬手都无法做到。原图剑的惊天杀气毫无保留地横扫而出，顷刻间，这8具2代僵尸如同脆弱的枯木般被拦腰斩断。但作为2代僵尸，他们同样拥有不死不灭的特性，哪怕身躯被毁，意识却未曾消散。就算你杀了我，汉魃始祖也已经要彻底炼化这个宫殿，你阻止不了的。到时候，汉魃始祖就将带我们所有人复活。半截身子的守卫脸上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诡异笑容。聒噪！我一脚将他的头颅踩成齑粉。虽然知道只要有足够鲜血，他们就能断肢重生，但我懒得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去斩草除根。我转身面对厚重的殿门，哪怕鬼眼的视线被彻底隔断，我也毫不在意。抬腿便是一脚爆踹，轰隆！厚重的大门直接被恐怖的暴力轰开。殿内的布局正是古代的朝堂，而此时柳如雪正端坐在最上方的龙椅上，她的指尖被划破，一滴滴暗红浑浊的鲜血正不断流出，被身下的龙椅贪婪地吸收着。你怎么来了？看到我，柳如雪虽然没有紧张，但脸上却露出了极具人性化的诧异与波动。我瞥了一眼她流血的手指，又冷冷环视了一圈大殿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我再不来，你就永远也无法离开这里。”柳如雪眼神狂热，极其笃定地对我开口：“只要我能炼化这个宫殿，这对你对我来说都有好处，甚至可以远超 SSS 级邪魔。”他的意识复苏得太快，我却嗅到了某种细思极恐的阴谋。我踏上黄金打造的台阶，周身压力随着距离变近而剧增，几乎要将人挤碎。但我面色如常，脚下翻涌出由10000余名邪魔炼成的无边血海。粘稠腥臭的污血带着极强的侵蚀力，强行消磨台阶上的屏障。别，你不要强行干预宫殿的静止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只要我能成功炼化宫殿，我就能改变这个世界，做出任何想做的事情。柳如雪指尖的鲜血不断流向龙，将其浸染得通体猩红，速度还是太慢了。我低语着，目光冷冽。朝堂之下，无数虚幻的臣子显出形体，怨毒地盯着我。我额间的鬼眼红光暴涨，加持血海疯狂试探，伴随着屏障破裂的脆响，我终于踏碎阻隔，站在了他面前。跟我离开这里！我直接去拽他的手，可是我已经快成功了。我能感觉到和这整个宫殿的联系。你看，我现在可以随便创造出任何存在，我可以控制他们，就如同是真正的神一样。柳如雪随手一挥，下方那些亡魂瞬间扭曲暴涨，竟在眨眼间化作数十只恐怖的 S 级邪魔。他兴奋地看着我，像是在展示最杰出的作品。看吧，在这个宫殿里，我就是神，甚至只要我愿意，还可以让更多的亡魂复苏，成为更加恐怖的邪魔。这种掌控感，绝对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我冷冷盯着他，最后问了一遍：“不走是吧？不走，说不走就不走。”他极其执拗，我懒得废话，直接将他软玉温香的身子扛在了肩头。你干嘛啊？柳如雪娇躯一颤，大胆羞涩，却根本挣不脱我的束缚。看来比起我来，你更像是一个活人了。我有些感叹，他竟已逐渐摆脱了僵硬的特征，触感温润。我对着那丰腴的翘臀狠狠来了一巴掌。不听话的孩子是要被打屁股的。我调侃着，享受着这份娇嗔。柳如雪羞愤的双颊绯红，你真是太坏了。可就在温存间，朝堂下那些本该受控制的 S 级邪魔齐刷刷厉吼，杀意彻底失控。失控了？怎么会失控？柳如雪面色煞白，娇躯因恐惧而站立。一切不出我所料，危机降临。我不慌不忙地催动无边血海逆流而上，将那些咆哮扑来的怪物全部淹没在无尽的污血之中。我那由10000余名邪魔炼成的无边血海格外粘稠，只要陷入其中，哪怕再恐怖的生灵也会如坠泥潭，被抽干力量，沦为血海的一滴精血。一切正如我料想的那般，血海在疯狂吞噬着这些 S 级邪魔。可是意外发生了，这些邪魔在肉身被血海吞噬后，竟又恢复成了一个个没有实体、身形虚浮的亡魂虚影。血海不仅无法吞噬他们甚至仿佛根本
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。越来越多的邪魔变成虚影，我皱起眉头，看来问题确实很大。你现在已经无法控制这些东西了吗？我转头问肩上的柳如雪，她紧紧贴着我。这一转头，我的目光不自觉地落在了她胸前那对饱满深邃的沟壑上。这规模当真能横扫八方？察觉到我的视线，柳如雪双颊瞬间飞起一抹绯红。换做以前，她绝不会容忍如此放肆的目光，但此刻她竟生出了一丝被认可的小满足。不过她还是伸出手，狠狠掐向我腰间的软肉。这是普通男人的弱点，但我毫无痛觉。我的肉身虽在鬼影气流的滋润下有所恢复，但并不像他那样与活人无异。见我毫无反应，他气鼓鼓地嘟起嘴，但神色很快就恢复了严肃。不应该啊！根据我脑海里的声音，只要我成功炼化这个宫殿，我就可以掌握这里面的一切。难不成是因为还没有完全炼化的缘故？柳如雪显得不知所措，这绝不是她操控邪魔攻击我。暂且不论这些邪魔根本不是我的对手，身为我的师奴，只要我不强行抹灭他的思维，他断不会违逆我。脑海里的声音，你具体说说事情的经过。我来了兴趣，将他放回地面。柳如雪整理了一下发皱的衣服，立刻答道：我之前不是猎杀邪魔吗？不知道为什么就来到了这里，就仿佛是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着我。后来我坐上了这个龙椅，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个声音，他说需要我的鲜血来炼化这个宫殿，只要能成功，我就可以获得堪比神的力量。看来是有幕后黑手了。我暗自冷笑，我走到龙椅前，手刚放上去，却未察觉出任何异样。这东西就像件普通的工艺品。既然如此，我如果直接摧毁龙椅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毫不犹豫地祭出杀意冲天的邪剑圆斧，一剑斩下，所谓的龙椅根本不堪一击，直接被劈成了两半。不，你不能这样做！就在这时，一个清冷的犹如机械合成音的嗓音在耳边响起。我转头看去，只见柳如雪神情错愕，她的体内竟重叠地浮现出一道古怪的女人虚影。你是不可能摧毁这个宫殿的，如果你敢动手，那就只有死路一条，而且就连你的小女朋友也会跟着你死。那女人虚影焦急地威胁道。我眉头一皱，没有实质的邪魔，有点类似于之前的恐怖鬼影。既然如此，倒是可以尝试用鬼影的力量对付。我不屑理会她的威胁。下一刻，我脚下的影子疯狂暴涨，延伸那足以吞噬一切的恐怖鬼影，铺天盖地般席卷了整个金銮殿。无边血海，恐怖鬼影，猩红鬼眼，三大底牌齐出。我是要在最短时间内将这诡异的存在抹杀。鬼影的力量，你明明只是一只僵尸，为什么会掌握鬼影？女人的虚影惊慌失措，本能的想从柳如雪体内逃离。柳如雪却嘴角一翘，哪会如她所愿？殿内温度瞬间飙升至上万度，空气被灼烧得疯狂扭曲。旱魃的天灾之火虽无法直接烧灭没有实体的虚影，却也足以对其造成不小的压制。死吧！我操控恐怖鬼影，直接将那女人的虚影死死笼罩，只需片刻，她就会沦为我鬼影的一块拼图。见那女人遇险，朝堂下那群原本僵立的虚影亡魂纷纷面露狰狞，发疯般朝我扑来。太弱了，就算是没有实体，可却根本无法挡住鬼影的入侵。我冷笑一声，下一刻，所有扑来的虚影尽数被恐怖鬼影无情吞噬，彻底成为了我力量的一部分。这些诡异存在，只是一瞬间就彻底被鬼影吞噬成它的一部分。你能杀了我一次，难不成还能杀了我第二次、第三次吗？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女人最后留下一句遗言，紧接着彻底被鬼影吞噬，临死前还要放狠话，果真是个反派。我冷笑一声，鬼影的能力并非简单的吞噬，而是拼接。这女人的一切，包括能力和记忆，尽数转化为了鬼影的一部分。我立刻翻阅起她残存的记忆，没有名字，只有一个代号白无常。他的种类属于亡魂，并非死去的魂魄，而是一个独特的种族。攻击性虽然不高，却极难死去，甚至能通过某些手段转变成邪魔，真是一种诡异的东西，比邪魔还要恐怖。如果没有鬼影，或许我也无法对付这些东西。我暗自庆幸提前收服了鬼影。在这段记忆中，我还发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事实：柳如雪的脑海里早已被植入了白无常的印记，她的思维早已被入侵。只要宫殿炼化完成，白无常就会立刻夺舍。届时，柳如雪的意识将彻底消散。多亏了百天星的提醒，如果再晚来一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不过因祸得福，借着白无常的手段，柳如雪反而恢复了生前的部分意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目光深邃地盯住了她。你这么看我干什么？柳如雪被看得本能娇羞，不敢与我对视。别看她现在是 SS 级悍拔，骨子里依然是个不到20岁的小女生。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？我直接抛出试探。第一次见面。听到这话，她脸上瞬间浮现一丝嗔怒。你还好意思说？当时我虽然死了，但意识并没有消散，只是无法控制肉身而已。而你呢，竟然直接强吻我，手还放在了不该放的位置上。我老脸一红，当时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我确实不怎么老实，还一直美其名曰给她测心跳。万万没想到，她当时的意识是清醒的，怪我了。我干咳一声，随即故意调侃道：对了，你现在肉身恢复了，让我测测还有心跳没？柳如雪双颊泛红，白了我一眼。真不要脸，嘴上娇嗔，她却并未拒绝。都是老夫老妻了，我自然不会客气，直接上手。不得不说，这心跳的触感比以前更柔软饱满了。而在温存之际，柳如雪并未察觉，地面上一道恐怖的鬼影正悄然朝她逼近。她感到一阵酥麻，忍不住闭上眼。就在这一刻，鬼影直袭她的脑海。下一秒，我通过灵魂压制，直接入侵了她的大脑。她从出生到现在的全部记忆，犹如走马灯般在我眼前浮现。粗略扫去了几分钟，她的记忆没有任何问题，但并没有发现白无常留下的印记，似乎隐藏得很深。我捏了捏她胸前的锋利，暗自思忖，额间的鬼眼红光大亮，鬼域瞬间开启。鬼影与鬼眼的双重入侵效果，绝不是1+1那么简单。在鬼眼的世界下，那层伪装被彻底看破。一道模糊的人影在柳如雪意识深处浮现，正是白无常。他正满脸惊愕地看着我，似乎没料到会被揪出来。
发现你了！我嘴角微翘，裹挟着鬼影悍然杀去。白无常拼命挣扎，企图攻击柳如雪的意识逼我停手，但在双重压制下，他根本做不到。死！他甚至没来得及惨叫，便被鬼影彻底吞噬殆尽。在此次吞噬完成的瞬间，我的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画面，那是一棵巨大的神迹之树，树干干枯中空，里面竟盘踞着形形色色的亡魂，宛如风烛残年的老树。但在那破败的树冠顶端，却顽强地接着一棵神迹之果。看着这个画面，我眉头紧锁，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极其惊悚的猜测：难道这座地下宫殿，乃至这深埋地底的整个世界，都只不过是那棵神迹之树的衍生物？白无常的记忆证明了这一切绝非虚幻，而那棵神迹之果，必然是破局的关键。